这次要不是你出手，不知道那些逆党还会做出什么事情。好一个宁儿啊！你笑什么呢？你自己看看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还说宁儿不知人心险恶，我看他早就把你我二人算计进去，借着我们之手除掉后患呢。这是何意啊？先是故意拿着焦安到幽篁馆来卖，引我们怀疑他真的出了事儿。若非是他同游芳吟叮嘱过，按游芳吟那死忠的性子，如何能被你问出话来？还有周盈之的行踪，刀琴剑书的行动，这桩桩件件，恐怕都在他的算计之中。暂且不说这么短的时间能不能凑齐这5万两银票，谁知道这帮歹人会不会拿着线再去卖给别人啊？所以，我们绝不能放他们离开京城，必要绝了后患才行。我已经挑了兴魏忠跟我过过命最靠谱的兄弟了，可若要将这帮人斩草除根的话，肯定免不了一场恶仗。这动静要闹大了，闹到国公那儿。上次我们从尤家那诈来的钱还有些剩余，你先拿给这个人，放他回去，跟他说3日之内我会筹措剩下的钱给他。至于斩草除根之事，我倒是有个主意，或许可以让别人替我们办了此事。不是，她一个闺阁女儿，能有这么厉害？厉不厉害？明日一问便知。建叔，明早去江府，叫他来学琴。是。还有，宫一城那几个手下尽快解决。眼下通州之计在即，最要紧的是让燕家安全出京。届时，他们就算有通天的手段，也难掀波澜。周大人送了什么东西来，竟让姑娘如此伤心？一封人人都想得到的东西。行了，你下去吧，明日还要一早出府呢。是。相告定妃下落，让吾与其相见。当年之乱，吾回京已晚，定妃为人所迫，妻皇父死，此时亦困顿佳节之死。吾与阁下道不同，本不相为谋。然阁下今以定妃未死之事相诱，又言当年之案还有内情，望如实相告一切。如此，阁下信中所提将金陵之众编入军中一事，或可议之。难怪逆党会觉得这下半封信捏着燕家的命脉。燕侯爷为了稳住平南王，追问薛定妃的下落，竟在信中写了些假意周旋之语。若是旁人看着，恐怕的确会被当作勾结逆党的铁证。不过，就薛定妃那德行，燕侯爷若见了，怕是会觉得还不如不找吧。见过皇后娘娘。啊，这是娘娘啊！你是什么东西？谁准你用那种眼神盯着本宫？嘿，娘娘息怒，微臣刚刚远远瞧着，以为是天上的仙女下凡，是以多瞧了几眼。本以为微臣的妹妹已是绝色了，想不到世间竟还有皇后娘娘这样的女子。哼！住口！竟敢如此冒犯娘娘！皇后娘娘恕罪。
这位是定国公家刚寻回来的世子，今儿个圣上刚刚恩赐了世子官职，还请皇后娘娘网开一面，饶过他这一次吧。原来是薛贵妃的兄长，果然是一门子亲戚，没教养的东西。娘娘所言极是，这薛家满门上下，真没一个好东西。她是从哪里被找回来的？江雪宁啊，江雪宁，上一次除了当皇后，你还记得些什么？罢了，再过1、2年，那薛定妃自然就会回来。这一次燕侯爷还在世，总会有相见之时。小哥，我家姑娘求见谢少时，还请您通禀一声。见过先生。信呢？这么紧要的东西，自然不会带在身上了。那你来做什么？学生担心先生有话要问，一大早便赶来了。先生连杯茶都不招待吗？我看你想要的不是茶，是这焦安5万两银票，还有那逆党的永绝后患吧。宁儿，你果真有本事啊！这本事也都是同先生学的，也好让先生尝尝被人蒙在鼓里的滋味。那半封信事关重大，不是你可以拿来赌气的儿戏。此番若是你计划落空了，亦或是逆党还有后招呢，届时燕家怎么办？宁儿，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话，你都忘了是吗？所以我才故意让你知道的嘛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不是神仙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料到。如果有万一呢？这一次是我轻率了，也是我利用了你，我向你赔罪。可是先生，有些话你也忘了。你我曾经说好要相互信任，互通有无的。上次的事情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你还想如何？学生希望先生从今往后，事前有商量，事后有交代。你就不怕知道越多，死得越快？我若是怕死，便不会与先生同路这么久了。答应你也可以，赶紧把信给我。其实那封信学生自己处理也行。好，我拿给你。从今往后，你若再这么胆大包天，行些阳奉阴违的事，学生明白，学生谨记先生教诲。那就多谢先生，学生先回去了。是你能看见什么我看不见的？我实在是不明白，这江雪宁既不恭顺又不温柔，牙尖嘴利，尖酸刻薄，整日就知道给先生添麻烦。先生到底为何对他与众不同啊？你呀，到底还是太嫩了些。哎，这人啊，他都是有一定极限的。你想啊，谢居安从小经历了那么多惨绝人寰之事，现在又背负了那么多秘密，还每天过着刀口上舔血的日子。哎呀，谢居安背负了太多了。先生若是需要倾诉，我不行吗？再不济刀擒那个闷葫芦也成啊。你，你我皆不行，敬畏太重。可这江雪宁则不同，她呢，虽然年岁不大，但是与她势均力敌。他们二人啊，都是看起来冷性，实则都是重情义之人，既相克又相惜。或许啊，这谢居安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对江二姑娘到底是什么感情，但是你看着，终究有一日，他们俩一定会走到一起。
这个谢薇，每次遇上燕家之事，反应都奇奇怪怪的。果然，当年的传闻并非是完整的真相。燕侯爷知此消息，却不曾告诉薛家。难不成害薛定妃的也有薛家之人？当年谢薇燕翎杀入皇城，屠尽薛氏满门。若燕翎是为父亲和姑母报仇，那谢薇在此事中扮演的是何角色？他人呢？放下信便走了，定是害怕先生责罚，不敢来见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太子殿下，我娘说了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不能哭的。你懂什么？外面都是叛军，他们会杀了我们的。你干什么？这是我舅父从边关带来的虎头鞋。我舅父说了，能打老虎的都是英雄。殿下和我一人踩一只，这样咱们就都不怕了。娘娘，他连7岁的生辰都还未过。我儿是君，他是臣，臣为君死，天经地义。就凭尊卑有别，贵贱不等。这几款虎头鞋做的都很精巧，倒是颇难选呀。谢卿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来帮朕瞧瞧，给朕的皇子备哪一双好？圣上真是难煞臣了，此事臣实在不知。谢卿，你与朕的年纪相仿，可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，可得抓点紧了。臣年少时得过一卦，说臣乃是孤寡之命，自幼克父克母，久而久之，臣也不贪念婚缘了。不比圣上，全福全寿，天生龙象。你呀，今日前来可是为了通州一事？不错，臣已按圣上旨意布局好了一切，只是这逆党狡诈多疑，为求稳妥，还请圣上用玉印下达几封旨意。下旨？做戏要做全套，方能让狡诈的逆党深信不疑，进入构中。来了来了，几位官人，请问你们找谁呀？奉圣上之命，缉拿勾结逆党的罪臣张遮归案。逆党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哎，我儿他就在刑部当差，他怎么可能跟逆党牵扯在一起呢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娘，遮儿，遮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快同他们解释清楚，你怎么可能跟逆党有关系呢？快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去。娘亲放心，他们只是奉旨办事，带我去跟他们说清楚就没事了。您安心在家等着，儿子向您保证，年前此事一定能了。届时回来陪您过年。
哲儿，经多番追查，今有平南王逆党贼首龚一成于白果寺被捕，羁于狱中，另有其手下逆党数名已被剿灭。经审问，京中隐有逆党据点数座，凡有提供线索者，赏银100两。若有窝藏之人，罪同谋逆。公子真是好酒量，你也尝尝。滚出去！你怎么了？又这么大火气？你知不知道，龚一成被朝廷抓了？这龚一成被朝廷抓了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朝廷的海捕公文都贴出来了，说是查到了咱们在京据点的线索。王爷花了这么多年才在京中布置下人手，要是跟着他被揪出来了，那不完了？没有要事，铁定是完了。老黄，你想啊，自打咱们入京以来，这都多少天了？这龚一成有按照王爷的命令联系过我们吗？先是跟着我们的那些龚一成旧部下落无踪，如今朝廷又发现了线索，你还不明白？你是说龚一成叛变了？你到我之前为什么不执行任务啊？我早就看出不对劲儿了呀！搞不好啊，上次那通州军营哗变失败，也是他龚一成的手笔。哎呀，依我看啊，咱们必须马上启程返回金陵，将此事告知王爷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如若现在走了，那在京的实地就再也拿不回来了。无论如何，都得把龚一成从大牢里带出来。要是他没叛变，那就是那个神出鬼没的杜鹃先生才是内鬼。如果他当真叛变，老子一刀把他宰了。但是这大牢是兴武卫把守啊，就咱们带的那些人，怎么闯？实话跟你说吧，前些日子我收到消息，王爷走前夜暗中让冯明宇上京，带了火药，准备炸毁通州关隘。火药？所以啊，你我找准时机，把龚一成带出京，冯将军就能接应咱们回金陵了。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老黄，我真心拿你当兄弟，你就是这么瞒我的？这王爷的意思，我听王爷的。行吧，这冯明宇都来了，看来王爷是不想失去在北方的布局了。既然如此的话，咱们就定在燕家流放之日再行动。届时，兴武卫人手定是出外押送者居多，大牢空虚，也方便我们动手。行。薛定飞传来了消息，他按照你教他的话引动黄钱，决定解狱了。只是此事出了点变故。变故？什么变故？王爷暗中派了冯明宇上京，并且携带了大批火药，想要摧毁通州关隘。这次黄钱劫狱，冯明宇也会在城外支援。先前在金陵，我跟龚一成都是平南王麾下的谋士。平南王生性多疑，常常对我二人实行相互制衡之策，这才让我寻得了空隙，暗中布局。但是冯明宇不同，